浩瀚的太平洋上，阳光闪耀，蔚蓝海面串起一颗颗翠绿珊瑚环礁，仿佛女神遗落的珍珠。这里就是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一个人口仅6万多的小国，却是台湾在大洋洲最坚定的盟友之一。20多年前，台湾与马绍尔群岛跨越浩瀚海洋，缔结正式邦交，自此携手走过风雨，在国际上相互扶持。在这段漫长而精彩的外交旅程中，有历史的转折、惊险的波折、温馨的援助故事，更有共同对抗外在压力的坚定身影。本文将深入探索台马邦交关系的来龙去脉，从建交的历史背景到重大外交互动事件，从台湾在马绍尔的援助计划到马绍尔在国际场合对台湾的鼎力支持，以及马绍尔群岛自身的历史、政治、地理与文化概况，和这对伙伴在区域安全及抗中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与象征意义。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我们将看到一个太平洋小国如何与台湾风雨同舟，共同谱写出一道动人的邦谊篇章。马绍尔群岛位于赤道北侧，由29座环礁和5座小岛组成，国土虽小，但海域辽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绍尔成为美国托管的太平洋岛屿之一。1986年在自由联合协定框架下正式独立，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冷战时期，多数太平洋岛国在两岸外交上有所抉择，有的与中华民国、台湾维持关系，有的则承认北京当局。马绍尔群岛刚独立时，为了顺利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考量到当时的国际氛围，1990年11月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然而这段关系并未能带给马绍尔预期的发展注意。随着岁月推移，马绍尔领导人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利益，希望寻求更真诚互惠的伙伴关系。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当时马绍尔群岛的总统伊玛塔·卡布阿政府决定改弦易辙，转向台北寻求合作。据当时参与决策的人士回忆，这项决定背后有多重考量。其一，马绍尔常年面对美国核试验遗留的核辐射污染与生存危机，迫切需要在核废料管理和环境复原方面的协助。其二，气候变迁导致海平面上升，侵蚀国土，马绍尔渴望找到在国际上愿意协助其抗击气候变迁的伙伴。第三，马绍尔期待更多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支持，而台湾在当时展现出积极援助太平洋友邦的意愿。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涉及文化与价值观。马绍尔与台湾同属南岛语系文化圈，马绍尔人民对拥有南岛民族血缘的台湾原住民怀有亲近感，而台湾民主自由的体制亦让马国有所共鸣。经过多方评估权衡后，马绍尔决心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成为当时少数逆风而行改与台湾邦交的国家之一。1998年11月2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到来，台北的总统府见证了马绍尔群岛外交暨贸易部长菲利普·穆勒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胡志强共同签署建交公报。自此，中华民国、台湾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天成为台马邦谊元年，也象征着台湾在太平洋上再添一位重要伙伴。接下来短短几周内，台湾迅速在马绍尔首都马九罗设立大使馆，而马绍尔也在隔年于台北设馆。值得一提的是，当马绍尔宣布与台湾建交后，北京方面迟超过20天才对外宣布与马绍尔断交，足见中方对这突如其来的外交变局极度错愕与不甘。中国大使馆人员随后虽撤离马九罗，但多年殖民和商业影响所遗留下的华人社群仍然留在当地民间继续经商活动，成为日后中方在马国潜在影响力的一种象征。然而，尽管背后有大国阴影，台马两国的握手坚定而真挚，自此开始携手走上崭新的合作道路。建交后的最初几年，台湾与马绍尔群岛的关系在友好合作中稳步发展，两国元首互访频繁，象征彼此高度重视这段新伙伴关系。1999年2月，马绍尔时任总统伊玛塔·卡布阿率团首度访台，亲眼目睹台湾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对台湾的信任。随后2002年、2004年，马绍尔总统凯塞诺特多次访问台湾，
台湾总统也没有缺席这场太平洋友谊的互动。2005年，陈水扁总统首访马绍尔之后，2007年再度到访，加强高层情谊。短短不到10年光景，台马已签署多项合作协定，从农业技术、航空服务到投资保障，为长期合作搭起制度桥梁。然而，邦交之路并非一路平坦。2007年底，马绍尔爆发的政局变动，为台马关系投下惊险阴影。该年11月，马绍尔群岛举行国会选举，在竞选过程中，反对阵营领袖也是时任国会议长的利托克瓦汤米人突然抛出震撼言论。他公开表示，马绍尔当年承认台湾是在亏欠中国，是时候采取一中政策弥补错误。这番话等同于暗示，如果反对派胜选执政，将考虑与北京建交，与台湾断交。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台湾方面更是高度紧张。据当时台湾外交部官员指控，北京政府疑似在幕后大举输入金钱，支援汤米人阵营的竞选活动，希望通过金援外交手段影响选情，让马绍尔改投中国怀抱。马绍尔国内一时间谣言四起，台湾在当地的侨商圈也传出，有人受利诱站在北京一边。这场邦交保卫战仿佛置于刀口上，惊心动魄。选举结果揭晓，反对派取得优势，多年执政的总统凯塞诺特政府下台，利托克瓦汤米人遂在2008年初当选新总统。一时间，外界忧心忡忡，纷纷预测马绍尔与台湾的邦交恐将不保。然而形势很快出现缓转，就在新政府上台后不久，汤米人总统本人通过马绍尔外交管道，私下向台湾表示，他先前的言论不代表政府立场，并称无意立即与中国建交。更关键的是，反对派联盟中的主要政党和人士，包括汤米人的盟友东尼德布鲁姆等，明确表态，执政后仍会继续支持与台湾的关系，不会轻率改变外交承认。台湾政府也加紧外交斡旋，由外交部长亲赴马九罗沟通，强调愿以更积极的合作计划回报马国的友谊。最终，汤米人政府并未执行断交，北京的如意算盘宣告落空。这场惊魂外交危机随着2009年汤米人在不信任投票中下台而告终，而继任总统朱雷朗、查克伊亚及其后的各任领袖皆悉心维系对台友好政策。马绍尔群岛经此一役，更深刻体认台湾长期援助带来的实惠，也看清中国金援外交的凌厉手段。风雨过后，台马邦谊愈发稳固，双方人民更珍惜彼此得来不易的友好关系。进入2010年代，台马合作不断开花结果。2012年，马绍尔总统洛亚克与2016年首位女总统希尔达海妮分别上任后，都在国际场合毫不犹豫地为台湾发声。海妮总统更是台湾的铁杆之音，他多次在联合国等论坛指出，马绍尔将永远站在台湾一边。2018年，台湾与马绍尔共同欢庆建交20周年，双方签署互免签证协定，象征人员交流更上一层楼。该年11月20日，正好是建交20周年的当天，两国元首共同发表台马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宣示未来在各领域深化合作的决心。这些重要里程碑都显示出，历经2个世纪交替，台马关系依然稳若磐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2019年下半年发生在邻近国家的巨变。9月间，所罗门群岛与基里巴斯突然宣布与台湾断交，转投中国怀抱，对台湾外交造成沉重打击。南太平洋友邦仅剩台湾的4个盟国还坚守，包括马绍尔群岛。消息传出时，外界一度揣测北京可能乘胜追击，试图拉拢马绍尔。当时马绍尔正由希尔达海尼总统执政，他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快速采取行动。马绍尔国会尼提杰拉议会迅速通过决议，重申对台湾的外交支持不会改变。海尼总统随即在当年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强调，马绍尔群岛将坚定站在台湾这位真正的朋友身旁。马国政府的立场澄清了外界疑虑，也稳住了国内民心。事实证明，在面对北京利诱与压力时，马绍尔选择了信守对台湾的承诺。2020年初，马绍尔群岛再度政党轮替，初代总统卡布阿家族的后人戴维·卡布亚当选总统。由于他的父执辈曾经与北京打过交道，
一度有人担心新政府是否会调整外交方针。然而戴维·卡布亚上任后，很快用行动消除了疑虑。他不仅延续前朝对台友好政策，还在疫情期间与台湾密切合作抗疫。他于2022年3月率团访问台湾，公开表示马绍尔群岛对与台湾的独特盟友情谊充满信心，强烈承诺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纽带，并赞扬台湾是和平进步国家的亮眼典范。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感谢马国在联合国等场合仗义直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这次访问巩固了邦谊，也成为戴维总统任内首度出访就献给台湾的重要象征。到了2023年，马绍尔庆祝独立44周年，同时也是与台湾建交的25周年，双方再度互致贺电，回顾1/4世纪的携手成果。马国政府高层感念地指出，25年来，台湾始终是马绍尔坚定的盟友与朋友，在教育、医疗、基础建设、经济发展等领域给予我们极大帮助。这段话充分体现出台湾在马国发展道路上扮演的关键角色。最新的篇章则在2024年底书写，台湾2024年政党轮替后，新任总统赖清德将就职后的首次出访友邦安排给了马绍尔群岛，再次凸显双边情谊之深厚。2024年12月，赖总统飞抵马九罗，与刚赴任的海尼总统并肩出席马绍尔医院人工智能远距医疗中心的启用仪式，一起为象征两国医疗合作成果的彩带剪彩。马九罗晴空下，两国元首相视而笑，四周掌声雷动。这一幕正是台马邦交关系累积26年的最佳写照。从惊涛骇浪的断交危机到历久弥新的伙伴承诺，台湾与马绍尔用行动证明了真正的友谊，经得起时间和风雨考验。台湾与马绍尔群岛的邦谊不仅体现在外交场合的口头声援，更落实在扎扎实实的援助合作上。对于地处偏远、发展资源有限的马绍尔来说，台湾长期以来提供的各项协助可谓其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在马九罗与外岛，人们时常可以看到台湾援助计划留下的印记，从学校校舍到医院设备，从农田试验站到太阳能路灯，处处闪耀着这段友谊的光芒。基础建设与公共工程方面，台湾的援助让马绍尔人民真切受惠。马绍尔群岛过去受限于经费和技术，许多公共设施相当简陋。台湾政府多年来协助兴建与翻新当地重要建筑物，例如在教育领域，台湾出资协助改建学校和培训中心，让学生有更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体育方面，一座崭新的田径场地在马九罗落成剪彩，这是台湾援建的成果，被当地称为密克罗尼西亚地区最亮眼的运动场之一，大大提升了马绍尔举办体育赛事和培养体育人才的能力。在交通及民生设施上，台湾资金更用于改善道路、码头等基础建设。虽然岛国的路网不大，但平坦的柏油路替代了过去坑洞不平的土路，居民出行方便了许多。对于饮水和电力等基本需求，台湾技术团也提供了实质帮助。他们协助马国架设太阳能发电设备，推动清洁能源，减少对柴油发电的依赖，并协助在部分岛屿建造雨水收集与净化系统，改善淡水供给。在基础建设领域，台湾扮演着可信赖的工程师角色，为马绍尔打下发展的地基。医疗与公共卫生领域更是台湾援助的重中之重。马绍尔群岛过去医疗资源非常缺乏，仅有的几家医院设备老旧，医护人力不足。台湾自2008年起就在马九罗设立台湾卫生中心，派驻医疗团队和公共卫生专家常年服务。这些台湾来的白衣天使为当地培训医护人员，协助提升医院管理，也定期巡回偏远岛屿义诊，将健康服务送到每一个环礁。马绍尔不少医护人员都是在台湾接受培训的，例如马绍尔首位接受台湾医学完整培育的外科医师大卫·艾尔弗列德，就曾在台湾完成医学教育与住院医师训练，如今成为马国医疗体系的中坚。台湾也持续提供医疗设备支援，从救护车、病床到 X 光机、超音波仪，协助马国更新医疗器材。此外，台湾协助建立了医疗影像远距诊断系统，让马绍尔医师可以通过卫星连线
将疑难病例影像传回台湾请教专家，提高疑难重症的治疗率。2024年底启用的马九罗医院人工智能暨远距医疗中心，更是台湾与马绍尔医疗合作的里程碑。这座中心由台湾新北市双和医院团队提供技术支援，引进 AI 辅助诊断系统，并通过高速网络让马国病患能远距会诊台湾医师。如今马绍尔患者在自家岛上就能获得世界水准的医疗建议，极大提升了医疗品质。这些切实的改变使马绍尔人民的平均寿命和健康指标在过去20年间明显改善。当地产妇和长者常说，以前生场大病只能祈祷，现在有台湾医生在，心里就安定多了。朴实的言语道出台湾医疗援助带来的安全感。台湾也在教育与人力培训方面深耕马绍尔的未来，每年都有马绍尔青年带着梦想启程赴台留学，这要归功于双方在2017年设立的台马总统奖学金基金。台湾提供奖学金名额，欢迎马国学生来台深造，包括医学、资讯、工程、公共政策等科系，协助马国培养稀缺的专业人才。目前已有不少获得台湾学位的马绍尔学子学成归国，在政府部门、学校和企业贡献所长，成为台马友谊的活名片。此外，台湾的农业技术团在马绍尔也堪称家喻户晓。由于山胡椒土壤贫瘠，马绍尔传统上粮食相当依赖进口。台湾农技团手把手教当地农民种植蔬菜水果，建立示范农场，推广适合岛国气候的农作物品种，比如木瓜、番薯和叶菜类，让马绍尔人开始体验到自给自足种菜的乐趣与好处。马九罗的市场上，如今回常能见到技术团协助栽种的青翠蔬菜，既丰富了餐桌，也改善了营养。还有渔业方面，台湾渔业专家指导马国发展沿岸渔业和养殖技术，提升渔获加工保存能力，协助岛上渔民增加收入来源。更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发展与赈灾合作，台湾非常关注马绍尔基层民生，曾协助设立妇女创业小额贷款循环基金，为马国妇女提供低息贷款创业，推动妇女经济赋权。许多马绍尔妇女因此开办了小生意，养家之余也提升了社会地位。在生活细节方面，台湾捐赠的太阳能路灯点亮了马九罗的街道小巷，夜晚行走期间不再漆黑危险。每当马绍尔遭遇自然灾害，台湾也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例如2024年年初，马绍尔部分环礁遭特大海浪侵袭，台湾政府火速捐助紧急现金与物资，协助受灾居民重建家园。新冠疫情期间，台湾秉持 Taiwan Can Help 精神，向马绍尔捐赠口罩、防护衣和检疫设备，分享防疫经验，使马国成功守住了防疫成果。在气候变迁议题上，台湾也协助马绍尔推动气候韧性计划，例如共建海堤、防波堤，以抵御海水侵蚀，并分享新能源技术，减少碳排放。马绍尔群岛政府和人民对这些援助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常说，如果没有台湾持续20多年的帮助，马绍尔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准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马绍尔许多重要的发展计划、预算都有赖台湾的经援或技术支援来完成。可贵的是，台湾的援助讲求对方所需，尊重马国主体性，没有半点居高临下的姿态，也不附加不平等条件。正因为如此，台马之间形成一种特别深厚的信任与情谊。对马绍尔人民而言，台湾援助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像是远方亲友伸出的援手，带着温暖的人情味。在这片碧海蓝天下，台湾用真心和实力诠释了何谓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外交是相互的，台湾给予马绍尔实在的帮助，马绍尔也在国际上毫不犹豫地为台湾仗义直言。尽管马绍尔群岛国力有限，声音微弱，但在涉及台湾的关键场合，总能听到马绍尔代表坚定而洪亮的声音。这对于时常遭到排挤的台湾而言意义非凡。每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是马绍尔对台发声的重要舞台。联合国自1971年通过第2758号决议后，以中国为由排除台湾参与，但马绍尔等友邦不认同这种扭曲诠释。马绍尔代表经常在联合国讲坛上直言不讳地指出，该决议并未提及台湾，
绝不应被当作排除2300万台湾人民的借口。2019年联大会场上，马绍尔时任总统希尔达海尼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痛斥有人误用联合国决议来恐吓台湾，排除台湾参与国际体系。他疾呼国际社会务必正视台湾有意义参与的权利。他还强调，在气候变迁这类人类存亡攸关的议题上，我们无法承担排除台湾的代价，他们有权在这张桌子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此直白为台湾抱不平，在庄重的联合国殿堂实属罕见，充分展示了马绍尔对台湾的情谊与勇气。当时台湾代表团在场聆听，只觉得既惊讶又感动，许多人眼眶湿润，因为友邦掷地有声的支持是对多年孤军奋战的台湾莫大鼓舞。除了联合国，马绍尔也积极协助台湾参与各类国际组织，举凡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会议等，马绍尔代表都常常为台湾仗义直言，联署提案。特别是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马绍尔每年都和其他友邦一起提案要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强调全球抗疫不应忽略台湾的经验和贡献。虽然这些提案多次被中国压制而未能通过，但马绍尔从未放弃努力。疫情期间，马绍尔更在多边会议上公开赞扬台湾的防疫成就，呼吁各国支持台湾加入全球卫生体系。他们的论点很实在，台湾可以帮忙，也已经帮了我们许多，我们不能让政治因素阻挡救命的合作。这种仗义直言让台湾的处境被更多国家所了解。在区域层级，马绍尔群岛同样尽力维护台湾的参与权。南太平洋最重要的区域组织是太平洋岛国论坛，台湾早年曾以对话伙伴身份与会，但随着中国势力插手，论坛内部对台湾的立场趋于敏感。马绍尔与帛琉、图瓦鲁、诺鲁等几个亲台会员国形成默契，小心翼翼地在论坛内为台湾保留发言空间。马绍尔曾多次在论坛会议上提出，台湾对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应该维持一种正式的对话机制。1992年，太平洋论坛曾达成一项共识，承认中华民国台湾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并建立定期对话安排。马绍尔至今仍在论坛内部倡议延续这项传统，不让北京势力抹去台湾的存在。虽然近年来太平洋岛国论坛在中港台湾问题上较为低调，但马绍尔私下与友邦串联，确保台湾的观点与声音能在区域议题讨论中被带进来。每当论坛发表区域合作策略或愿景文件，马绍尔也会极力主张将台湾提供的小岛发展援助列入考量。这种不张扬却坚定的支持，使台湾在南太平洋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参与感，不至于被完全边缘化。另外，马绍尔在国际关系上勇于表达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也体现在一些外交举措上。譬如，在联合国人权议题上，马绍尔曾与多国联署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对新疆维吾尔人权状况的关切。尽管马绍尔并未直接点名中国，但他们的立场往往与西方民主国家一致，间接呼应了台湾在人权价值上的立场。再如，每年双十节台湾国庆，远在马九罗的马绍尔政府都会派高层出席台湾大使馆举办的庆祝酒会，高调祝贺中华民国国庆。有时马绍尔总统甚至亲自发表录影贺词，称呼蔡英文总统为亲爱的姊妹，表达对台湾政府和人民的深厚情谊。这些举动虽然朴素，却饱含温情，让台湾人真切感受到友邦的善意。总的来说，马绍尔群岛对台湾可谓有情有义，始终如一。他虽然国小力弱，却在国际舞台上尽己所能替台湾发声，扮演了拥护台湾的一股道义力量。马绍尔领袖曾说过，台湾帮助我们建设国家，这是血浓于水的兄弟情，我们理当在国际上为兄弟说话。一句兄弟，道出了台马两国超越利害计算的真挚友谊。对于台湾而言，马绍尔这位遥远的小伙伴所展现的勇气与支持弥足珍贵，也激励着台湾在外交孤境中坚持下去。要全面理解台马关系，认识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这个国家本身也十分重要。马绍尔群岛有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虽然国土规模不大，却蕴藏丰富的故事。历史沿革，
马绍尔群岛最早的居民是数千年前来自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南岛语族航海者，他们发展出高超的航海技艺，在茫茫大海中找到这些散落的环礁并定居。18世纪欧洲探险时代，西方人才首次记录这片群岛，名称则来自英国探险家约翰·马绍尔。19世纪末，马绍尔被纳入德国殖民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取代德国接管，随后在1947年成为美国托管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一部分。在美国管制时期，马绍尔群岛经历了一段沉痛岁月。美军将比基尼、埃尼威托克等环礁划为太平洋试验场，自1946年至1958年间投下67枚核弹，等于在马绍尔土地上引爆了数千颗广岛原子弹的总当量。数百名岛民被迫迁离家园，留下的居民遭受辐射尘侵害，许多人罹患癌症等疾病。那座著名的鲁尼特之坟，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圆顶，封存着核试爆后的放射性废料，至今静静矗立在埃尼威托克环礁上，仿佛一枚实炸弹，威胁着附近海域的生态与居民健康。这段历史深刻影响了马绍尔民族意识，他们对核武之祸与环境正义有切身体验，也让马绍尔人在国际上积极倡导核裁军与核灾赔偿。马绍尔群岛于1979年先行成立自治政府，终于在1986年与美国签署自由联合协定正式独立。根据协定，美国负责提供经济援助并保障马绍尔防务，马国则同意美军在境内拥有驻军和导弹试验权。该协定确立了马绍尔之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也影响其外交走向。马绍尔1991年正式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开始在国际社会发声。其外交政策在独立初期曾偏重于承认北京的国家往来，但随着台马建交，外交重心逐渐转向台湾和其他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政治体制，马绍尔群岛实行带有传统特色的议会共和制，国家元首称为总统，但不是直选产生，而是由国会33名民选议员互选产生。总统同时兼任政府首脑，组建内阁治理国家。这种制度类似西敏寺体系的议会内阁制，但总统一职又兼具国家元首地位，因此也被称作总统内阁制。政治生态方面，马绍尔不存在明确的政党划分，多为议员临时组建执政联盟和反对联盟。值得注意的是，马绍尔社会至今保留着传统酋长的制度，若干位家族世袭的高酋长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组成上议院性质的酋长委员会，对重大土地与习俗事务有咨询权。一些酋长本人也参与竞选，成为国会议员乃至总统，比如前总统洛亚克和戴维卡布亚都出身酋长世家。传统权力与民主制度在马绍尔并存，呈现出有趣的平衡。马绍尔政治相对稳定，几次选举都和平完成政权转移，被国际评价为太平洋上的稳定民主政体之一。女性在政治中也逐渐崭露头角。希尔达·海尼博士在2016年成为该国史上首位女总统，又于2024年卷土重来再度当选，显示出马绍尔社会对女性领导力的接受度日增。马绍尔的司法和媒体亦独立运作，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与结社自由。这种民主价值的坚守，无疑也是马绍尔与台湾理念契合的一环。地理环境，马绍尔群岛由东西两条岛链组成，散布在太平洋上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内。然而陆地总面积不到180平方公里，几乎每座岛屿都低于海平面2米。首都马九罗所在的马九罗环礁和北部的夸贾林环礁是最大型的环礁，其中夸贾林更是世界上西湖面积最大的环礁。美军的罗纳德·雷根导弹试验场就坐落于此。地平线上的马绍尔环礁美丽宁静，但高度低平的特性也让它极易受到海洋与气候的影响。每年11月至次年3月可能遭遇猛烈的国王潮，异常高的潮汐，海浪常常会越过陆地将房屋淹没。随着全球暖化推升海平面，马绍尔正面临生存危机。有科学预测，若海平面持续上升，本世纪末马绍尔许多岛屿将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马绍尔政府近年来在国际上极力倡导气候行动，称自己是站在气候战线最前沿的国家。地理环境也塑造了马绍尔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与海洋为伴，以渔业和椰子经济为主，
传统的马绍尔帆船构造独特，使用结构巧妙的航海棒形地图定位岛屿和洋流，足见祖先的智慧。文化社会，马绍尔文化属于密克罗尼西亚文化圈的一支，有着浓厚的南岛民族特色。马绍尔语是国语，属南岛语系，与密克罗尼西亚其他语言相近，同时英语为通用语言。社会结构上，马绍尔人采用母系氏族制度，土地和酋长头衔常由母系继承，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地位崇高，居民绝大部分信奉基督新教，宗教在社区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力。马绍尔人性格友善，乐天知命，待人接物热情温和，传统习俗强调分享与互助，小小村落就像一个大家庭。艺术方面，编织手工艺相当精美，马绍尔妇女会用椰子树叶和龟甲贝壳编织美丽的垫子、篮子和饰品。特别著名的是他们制作的航海棒图，用细木条和贝壳结成，抽象表示洋流和岛屿位置，被誉为人类航海史上的艺术珍品与智慧结晶。每逢重要传统节日，马绍尔人会穿上传统草裙，载歌载舞表演他们独特的舞蹈，歌声婉转动听。马绍尔美食以海鲜和椰子为主要食材，烤鱼、面包、果、椰、奶、饭是寻常风味。这样的文化图景与台湾南岛原住民族有不少相似之处，难怪马绍尔领导人常说，台湾与我们虽远隔万里，但文化上有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彼此都是海洋的孩子。整体而言，马绍尔群岛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迷人国度，它有苦难的过去，也面临着未来的挑战。它珍视自身文化，又乐于拥抱外来合作。这些特质都深刻影响了马绍尔如何看待台湾与世界，让我们更理解为何马绍尔会成为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在当今地缘政治棋局中，别看马绍尔群岛国土纤小，却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和外交立场而具有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台湾与马绍尔的邦交不只是双边友好，更牵动着太平洋地区安全和中美角力的大局。分析这层角色，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台马关系的重要价值。首先，从地缘战略角度看，马绍尔群岛处于所谓第二岛链位置。冷战时代，美国为围堵苏联，在西太平洋构筑了由第一岛链、西太平洋沿岸岛国和第二岛链，包括关岛、密克罗尼西亚等组成的防卫圈。马绍尔虽远离亚洲大陆，但地理上索要般存在。它的夸贾林环礁上设有美军极为重要的导弹试验基地和太空监测站，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关键一环。可以说，马绍尔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有不可取代的位置。正因如此，美国对马绍尔的外交取向十分敏感，不愿看到它倒向与美国战略对立的中国。试想，倘若马绍尔改与北京建交，在自由联合协定期满后拒绝续签，甚至允许中国军事或情报设施进驻，那将严重威胁美军在中太平洋的部署安全。因此，美国这些年来一直私下提醒并支持马绍尔维持与台湾的邦交，以间接防堵中国在该地区扩张影响力。可以说，台马邦交也是美国岛链战略中的一道隐形防线。对台湾而言，马绍尔持续站在民主阵营，某种程度上等同协助巩固了自身在西太平洋的战略纵深。在区域紧张局势升高的背景下，马绍尔的坚定立场无疑让台湾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多了一份安心。其次，抗中外交象征层面，马绍尔群岛作为台湾的友邦，象征着一种小国对大国压力说不的勇气。近年来，中国在南太平洋大举投入资源拉拢小国，一些国家因经济利益考量纷纷倒向北京。然而马绍尔不为所动，其实传递出一种信号：经济援助很重要，但并非一切，小国也有捍卫自身价值和既定友谊的尊严。马绍尔选择继续和台湾站在一起，被视为对中国金钱外交的一种道德抗衡。特别是在2019年所罗门和基里巴斯相继倒戈后，马绍尔与帛琉、图瓦鲁、诺鲁等毅然留在台湾这边，令北京未能一举拔除台湾在太平洋的所有邦交。这种顽强抵抗给台湾外交一线生机，也在国际舆论场上引发对中国扩张策略的反思。更有观点认为，
马绍尔等国家之所以不轻易倒向中国，除了有美国因素外，也是因为他们珍惜台湾提供的真诚合作，不愿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马绍尔曾公开表示，他们忧虑某些外来大国带来的债务陷阱和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因此宁可与值得信赖的伙伴深化关系。这对中国试图渗透太平洋岛国的图谋形成一定牵制，也使台湾的国际形象加分。毕竟有别于中国的一些强势介入，台湾赢得了口碑与人心。再次，在区域合作与安全议题上，台湾和马绍尔正携手成为印太地区民主同盟网络的一部分。马绍尔作为自由民主国家，近年来与美、日、澳等国互动增多，共同关注区域安全挑战。例如，在对抗北韩核武威胁上，马绍尔经常在国际上声援美日韩立场，这与台湾立场一致。对于南海及印太航行自由等议题，马绍尔也倾向支持美国主张，不赞同以武力改变现状。值得一提的是，马绍尔群岛在2023年和美国完成了自由联合协定的续约谈判，签署新的多年经援和防务协议。协议除了承诺美国继续提供可观的发展援助外，也重申了马绍尔不允许威权势力染指其领海的立场。这里的威权势力不言自明，是指中国在太平洋日益增加的存在。马绍尔等太平洋岛国对非法进入专属经济区的中国渔船以及潜在的灰色地带活动心存警戒，纷纷加强海巡合作。2018年，台湾便与马绍尔签署海岸巡防合作协议，双方定期交流信息，联合演训，以维护海上秩序和渔业资源安全。这些举措对区域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让台湾在印太安全合作中找到新的切入点。毕竟，台湾虽非正式军事同盟的一员，但通过友邦可以间接参与推动区域安全。马绍尔等友邦在国防和海事上与台湾、美国协同行动，形成一张紧密的安全网，共同抵御可能的渗透与扰乱。最后，道义与价值的象征性更是不容忽视。当今国际社会充斥现实算计，但台湾与马绍尔的情谊却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国际场合，每当马绍尔力挺台湾，或是台湾元首相助马绍尔，许多国家的外交官都能从中读出一条信息，那就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互助，以及小国对抗霸权的勇气。这种软实力的影响虽不如经济军事来的直接，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国际舆论。对中国而言，马绍尔的存在也提醒着他，以金钱和压力并不能赢得所有人心，一味强硬只会激发更大的反弹。从这一意义上说，马绍尔群岛虽小，却如同太平洋上一座象征自由与忠诚的灯塔，照亮着黑暗中的台湾。在太平洋浩瀚的碧波之中，台湾与马绍尔群岛这对相距遥远的朋友，却以真诚与互助构筑起紧密的连接。回望20余载风云路，我们见证了一段从陌生到信任，从脆弱到坚实的邦交历程。马绍尔群岛感念台湾在它发展道路上的相伴相助，台湾则由衷珍惜马绍尔在国际社会为自己发出的每一声声援。在这份友谊里，有元首们的握手和人民间的微笑，有医疗队远赴小岛义诊时当地孩子献上的一串串花环，有国际会议上马绍尔代表为台湾说公道话时赢得的阵阵掌声。今天，台湾与马绍尔群岛的邦谊已迈入第27个年头，双方都历经了政权更迭和世代交替，却都将对方视作可靠的伙伴。马绍尔群岛依然在世界地图上那片蔚蓝海洋中熠熠生辉，而在马九罗首都大街上，高挂的中华民国国旗和醒目的台湾技术团标志已成为当地风景的一部分。展望未来，这对跨洋盟友将继续并肩前行。面对气候变迁、公共卫生、教育提升等共同挑战，台马合作仍有广阔空间。而在国际政治波谲云诡的大潮中，两国也将守望相助，为自由民主的价值发声。或许相对世界强权，他们的力量算不上强大，但正如太平洋上一条条串起岛屿的珊瑚礁一样，台湾与马绍尔的友谊以坚韧和信念编织，在巨浪来袭时守护着彼此。当夕阳余晖洒落马绍尔的西湖，远处传来青年们唱起的传统歌谣，歌声里唱道：朋友如星，闪耀夜空，指引我们航行方向。
对台湾而言，马绍尔正是那颗高挂南太平洋天空的指引之星，而对马绍尔而言，台湾也是黑夜中值得信赖的明灯。他们相互照亮，在浩瀚星空下续写着一段跨越海洋的传奇。这段传奇告诉世人，真正的盟友不分大小远近，患难之中见真情，而真正的友谊能超越重洋阻隔，历久弥新，愈发闪耀动人。